资本注册不到200万、没有员工、没有收入的空壳公司，要收购100亿级上市公司，最终交易流产。兆威连违约金都不用缴，万家文化的股价暴跌了64%，30亿的交易，30万的罚款，韭菜流血，镰刀在微笑。外界笑称他从小燕子变成了老狐狸。大家好，我是洪耀南。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。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它不是单纯的八卦，不是娱乐新闻，而是一场横跨娱乐圈、金融圈、政治圈的三角权力游戏。今天的主角有2位，一位是曾经红遍亚洲的小燕子赵薇，一位就是刚刚成为她的前夫黄有龙。一个从女明星变成影坛的巴菲特的传奇，另外一个是从湖南的小镇走出来，却被国际刑警红色通缉的神秘富商。这2个人一起飞得太高，但最后也摔得太狠了。他们的坠落不是一个私人的灾难，而是中共权力游戏的投影。我们先说黄有龙。黄有龙1976年出生在湖南的邵东县，家境不富裕。少年时代的他不爱读书，但会做人。18岁那一年，他南下打工，据说在深圳开过车、跑过腿，还帮当地官员跑业务。有媒体爆料，他曾经给落马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开过车。那许宗衡是谁？江泽民派系的人物，黄立满的得意门生。2009年因贪污20多个亿被双规，后来被判10缓。就在这个政治圈里，黄有龙打开了关系之门。他不是那个只会背书的高材生，但他有个特质，他会察言观色，在饭桌上说2句话就能够让领导笑，送礼也送到恰到好处，懂得人心，也懂得规矩。到了2000年初，他就已经从打工仔变成投资人，开始做酒店、建材、汽车贸易，甚至于房地产。短短几年，他在深圳、澳门、香港都买了房，后来更在法国波尔多买下一座名为梦龙酒庄的葡萄园。一个农村的小子，在不到10年的时间，变成新加坡籍的亿万富豪。他的人生就像一部小说，但小说的主角通常最后都会翻车。2007年，黄有龙的人生迎来了转折。这一年，他认识了一个女人赵薇。牵线的人不是商人，不是导演，而是一位气功大师王林。这位王林，他是江泽民的国师，据说能够隔空取蛇，吐火显灵。他身边的弟子阵容，一边是演艺圈，另外一半是政治界。刘晓庆、李连杰、成龙、马云、赵薇前榜上有名。王林不只是气功大师，而是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润滑剂。据王林生前的助理说，2007年在深圳的一次饭局，王林笑着对赵薇说：“你跟黄有龙八字相合。”一句话成为婚姻的开端。这场婚姻从一开始不只是爱情，更是资本与权力的结盟。赵薇出道的时候是个演员，但她的野心从来不止于娱乐圈。她曾经说：“我炒股不是花了，是哭了。”那是2007年，她投资了重庆路桥，3年后被套牢，卖出股后股价立刻暴涨10倍，她气得半夜摔手机。也就在那一刻，她明白了，她想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，想要不被割韭菜，就要学会割别人。2008年，他与黄有龙登记结婚，从此2个人组成龙威联盟。
一脚踏进了金融圈。2014年，两个人砸下了31亿港元，买下了阿里影业9.18% 的股份，一跃成为阿里影视的第2大股东。4个月后，股价翻倍，赵薇夫妇净赚6亿港元。1年后再度出手，总获利逼近19亿港元。媒体封他为影坛的巴菲特，粉丝留言：小燕子不再偷跑攻墙，他飞进股市了。但这场游戏的幕后是阿里巴巴集团与明天系资金的合作，他不是操盘手，他只是个棋子。2016年，赵薇名下的荣威传媒宣称要以30.6亿人民币收购万家文化29%的股份。问题是，他手上只有6000万，那其余的钱全部都是靠借来的。银行借了15亿，股票质押再借15亿，总杠杆超过了50倍，这就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。上交所震惊了，一个资本注册不到200万、没有员工、没有收入的空壳公司，要收购100亿级的上市公司。监管部门发文质询，结果一查，这笔钱根本没有影子啊！最终交易流产，赵薇全身而退，连违约金都不用缴。但万家文化的股价暴跌了64%，散户血本无归。2017年，证监会再出手，对他与黄有龙罚款30万，并禁止入股市5年。30亿的交易，30万的罚款，无疑是韭菜流血，镰刀在微笑。2017年，天堂的文件曝光了，全球几十万笔离岸公司的资料里，赫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赵薇与黄有龙。他们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公司，用来投资蒙古的矿业、马来西亚的房地产，甚至是大马的赌王林国泰都有交集。账户层层包装，难以追踪，一张典型的富豪避税地图。这不只是财富的管理，而是在为资本转移做了铺垫。从此，赵薇不只是演员，他是国际资本游戏里面的玩家。外界笑称他从小燕子变成了老狐狸，但真正可怕的是，他玩尽了权力的核心。2021年，法国的波尔多阳光正好，梦龙酒庄的葡萄藤在风中摇曳。黄有龙接到一通电话，来电者是马云。这不是朋友间的问候，而是一通政治任务。根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的报道，中国国安部找到了马云，要求他欠黄有龙回国。马云在录音里面说到，他们说只有我能欠你，如果你不回来，他们会往死里整你。几天后，黄有龙的姐姐在中国被捕，赵薇被约谈。虽然没有手铐，也没有公告，但赵薇从此消失。2021年8月26日，赵薇主演的所有的影视作品，从腾讯、爱奇艺、优酷同时下架。赵薇的微博粉丝超话，还有演员表一夜之间被清空，甚至在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演员名单里，小燕子3个字也被删掉了。一夜之间，她成为了不存在的人。有人说她违规投资，有人说她得罪高层，但内幕人士透露，真正的原因是孙丽君案。孙丽君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，掌握了国安、
情报、政法系统，是中共内部黑名单的看门人。2022年，他被判10缓，罪名是政治野心。但内部的文件显示，这是一场派系的清洗。黄有龙成为被迫的证人，赵薇被迫切割。赵薇从此以后不再为丈夫发声，不再参与资本的操作，不再更新新的社群。她的沉默换来了缓刑式的自由。2024年底，赵薇又上了热搜，原因为何？法院强制执行她与公司欠款总共14117元，14117元，对一个曾经身价100亿的女人来说，这只是个咖啡钱，但象征的意义极深，伤害性没有，侮辱性极强。那不是一张罚单，那是你已经不在体制内的宣告。有人说这是报应，也有人说这是体制的警告。在权力的体制里，没有永远的赢家。2024年的冬天，有人在西藏的街头拍到了赵薇，她戴了帽子，素颜无妆，眼神空洞，不再是那个灵动的小燕子。她不再是小燕子，不再是导演、投资人、股东，她只是一个知道太多的人。在这场游戏里，他曾以为自己能够掌控资本、驾驭权力，却没有想到自己早已经是棋盘上的棋子。赵薇与黄有龙的故事，它不只是八卦，它是中国资本、权力与信仰之间的缩影。在这个体制里，没有纯粹的成功，只有被允许的成功；没有永久的自由，只有短暂的安静。赵薇的沉默是她最后的自保，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她被迫的归顺。我是洪耀南，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，我们下一次见。